了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他几乎用了所有方法，找老师找学校，就差报警了。他一个穷学生，那慧儿也没什么人脉，找不到你就去了你家，可谁能想到你们全家都走了，那么高冷的女孩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她崩溃，她坐在你家门口都快哭成狗了。后来他听说你可能在南方，就去找你，但也没找到，你到底在哪？东莞、桂林、长沙，数不清了，很多地方。我家一直被追债，我们家换了名字，几乎每个月都要搬家。怪不得他能找到就奇怪了。总之，他最后心灰意冷的回了北京，就开始搞他的那个寻人数据系统。我不明白，我以为沈幼楚丝毫不在意我的去留。大四毕业前，我曾听到他跟女寝同学的对话。毕业后什么打算？跟凌晨结婚吗？不了。那天我打击很大，随后不久，家里落魄了，我直接提分手，他也没有任何挽留。可四处找我是什么意思？失去了才后悔。我有些迷茫。郭靖媳妇抛捧花时，我分了会审，捧花落在沈幼楚手上。恭喜这位女士拿到了捧花，好事将接，回去要告诉男朋友吗？不用这么麻烦。沈幼楚笑着向我走来，递出捧花，全场起哄。我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沈幼楚，你见过我未婚妻了？我不信你眼光会变得那么差。你就当我眼光差。好，就当他是真的，那你就抛弃他，回我身边。甜美的嗓音如同咒语，充满蛊惑的意味，我差点就妥协了。时隔这么多年，沈幼楚依然能让我如此心动。仪式完成后，老同学都来找我喝酒，我不小心喝多了，后来就记得自己跑去楼梯间坐着。沈幼楚找到了我。你怎么在这？我抬头看了他一眼。沈幼楚，我累。沈幼楚送我回去，我醉得走不成路，他就贴身扶着我。老子好累啊，每天都要打工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昨天有个客人泼我一身酒，他喵的明明不是我的错。沈幼楚，我想吃牛排，我都快忘记他的胃了。酒精作用下，我语无伦次。沈幼楚耐心哄我，但哄什么我都听不进。记忆最后，他把我放在他家的沙发上，他问我，那个女的到底有什么好？他帮我还债。我也能，凌晨，我比他更好。我知道你的喜恶，知道怎样让你开心。凌晨，我求求你，再也别消失了好吗？后面我就不大记得了。第二天我在沈幼楚床醒来，餐桌上摆着各种类型的牛排，还有一盘橙子，切成大小均匀的片。替你请假了，今天不用上班。哦，你替我请的？对。你和我领导说了什么？怎么了？他个孙子肯定会误会的。你我之间都是真的，有什么是误会？我竟无言以对。我跟你领导打听过了，你不做编程岗是为了方便兼职。编程岗虽然工资高，但总要加班，我多兼几个职，每个月挣的比编程岗多。下个月开始你回编程岗吧，兼职都可以辞掉了。不了，很久不写代码，我都生疏了。没关系，我再教你。沈幼楚在纸上随便写了几行，坐到我旁边。这是一些基础的，带着帮你回忆一下。这一刻好像真的回到过去，我心爱的姑娘坐在我旁边，温柔地给我讲题。吃完饭我自己回家，没让沈幼楚送我。地铁上发着呆，突然收到王浩的微信：凌晨，不要再让楚楚伤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些年他其实一直想偿还你。偿还什么？钱啊！王浩发来一张截图，是沈幼楚在大学寝室群里的聊天记录。终于还清了，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恭喜，总算卸下这么大个包袱，以后心灵上就自由了，哈哈。我正发懵，一条债务短信进来，欠款已经全部还清，待还人沈幼楚。我感到屈辱和背叛，回想种种。沈幼楚发了疯的找我，重逢后提拔我，给我掌心，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包括昨晚，原来都是为了偿还我。这一刻愤怒的难过吞没我给沈幼楚发消息：是谁让你擅自替我还债的？还了不好吗？你就不用打多份工了。我不需要。凌晨，别倔，奶奶的医药费我早该还你了。他的话再次刺痛我。我会攒钱还你，以后除了公事别联系。沈幼楚打来无数电话，我一概不接。我请了一天假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睡得天昏地暗，似乎要把这些年缺的觉全补回来。第二天，妈妈告诉我，沈幼楚在楼下站了一夜。我坐地铁上班，沈幼楚舍弃保时捷陪我一起坐地铁。晚上我去 KTV 兼职，他就开个小包间，坐在门口，像个会动的石像。我去哪他跟到哪，就这样过了好几天。我终于忍无可忍，别再跟着我。不跟你就消失，消失去其他城市，消失在楼梯间，不接电话，让我怎能放心？我一时语塞。我答应还钱，不会再消失。人与人有点信任气吗？我说了，不用你还。他依旧如影子般跟着我，直到周五，他没出现。王浩火冒三丈地打来电话：沈幼楚打人了。凌晨与沈幼楚此时虽不在一起，但麻烦却悄然降临。沈洛洛这个富二代，在众人谈论销声匿迹的林家时，口无遮拦地大放厥词。林总有个儿子凌晨，那长得叫一个俊，以前追不到，现在可好上手了。他家不是欠债吗？我答应帮他还钱，他就乖乖跟我了。这男人
花点钱买回家绝对不亏。话还没说完，沈右楚如猎豹般冲过去，一拳狠狠砸在沈洛洛身上。当着众多业内人士的面，他竟把沈家这位二世祖给揍了。治疗室外，王浩气势汹汹地指责凌晨：幼楚没背景，一路单打独斗多不容易，现在因为你，他肯定要得罪不少人。凌晨，你不帮他就算了，能不能别害他？王浩，你凭什么质问我？王浩顿时愣住。你们不是只合作，不干涉彼此私生活吗？他连这都跟你说了。没一会，王浩眼眶泛红，委屈的不行。凌晨，我和幼楚虽然只是合作关系，但我真心喜欢他。你都消失这么久了，干脆继续消失，把他留给我，成不？你喜欢他？对呀，这让我大吃一惊。可当初不就是你带头在那学校传沈右楚谣言的吗？王浩的脸瞬间变得煞白。我只是消失，又不是失忆。凌晨冷眼盯着王浩。沈右楚和我在一起后，你把我堵在男厕所说的话，还记得吗？你说凌晨，你花多少钱包沈右楚？我不记得了。后面有人当面叫沈右楚野鸡，这难听的外号也是从你这儿传出去的吧？不是，你别乱说。我不懂你们那个圈子的规矩。要是大明星曾经语言霸凌同班同学这件事爆出去，粉丝会怎么想？凌晨，你这才是造谣。那我找几个同学来作证。王浩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。求你了，凌晨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，别再提这件事了，也别告诉幼楚。我那时年轻不懂事伤了他，可我现在真的喜欢他，我能弥补。到现在你还觉得只是伤了他？凌晨无奈摇头。王浩，你也伤了我。那我跟你道歉。王浩慌得不行。求你了，凌晨，别告诉幼楚，别毁了我在他心中的形象。话还没说完，诊室的窗帘猛地被拉开，沈右楚静静地站在窗口，看样子已经在那站了很久很久。王浩被赶走时，如同丢了魂魄一般，脚步虚浮，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几两骨。沈右楚才不是大陆的人，他恨透了当年的那些谣言，自然不会给王浩好脸色。沈右楚平常极少说脏话，可他是学霸，那嘴皮子厉害得很，能不吐一个脏字就让人心里直发怵。估计王浩以后打死都不敢再出现在他面前。你怎么样了？我瞅着沈右楚，他那伤口浅得很，也都处理好了。会不会影响你的公司？沈右楚微微扬起了下巴。放心，小问题。不过沈洛洛得缝针，缝针都便宜他了，最好让他毁容。沈右楚忽然笑了。这才对吗？什么意思？这才是你吗？你都多久没这么任性了？多说几句，我想听。去他大爷的做生意，全是骗子。还有呢？猪肉又涨价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不错，接着来。加个屁的班，我就想在家看电视睡觉。你这是在抱怨我吗？我哪敢啊！就你敢！阳光洒在雪地上，我俩一路斗嘴，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我把这几年压抑的情绪一股脑全倒了出来，说着说着，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你等等我行吗？我肯定把钱都还你。沈右楚顿时慌了手脚。你等等我行吗？我肯定把钱都还你。沈右楚顿时慌了手脚。你说什么呢？还有，之前怎么突然就生气了？我擅自替你还钱是我不对，可你也不能不理我啊。你把我当包袱，我哪敢理你？包袱？沈右楚皱起眉头。谁说的？王浩？等等，不会是他在挑拨离间吧？可截图又假不了。我赶紧把聊天记录翻出来。沈右楚一看，气得脸都黑了。我说的根本不是你。沈右楚掏出自己手机里的聊天记录，原来他跟舍友说还清了公司一批超时项目款，后面才发生了那些对话。也不知这聊天记录怎么就落到王浩手里了，被他这么一截取，意思全变了。可他怎么知道你要帮我还钱呢？替人还债，他有经验，我就顺口问了他一下。沈右楚把车开到他家，这是我第3次来这儿，心情却与之前截然不同。趁今天，咱把话说清楚。沈右楚给我倒了杯咖啡。凌晨，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为什么分手？我成了累赘。想来想去，分手最好。不是玩腻了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腻了是我分手时说的话。当时这话一出口，沈右楚扭头就走，那叫一个决绝。我还以为你把我当玩物呢。4年了，玩腻了，再加上家里出了点事，我又帮不上忙，你就不要我了。他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解释，沈右楚就抢着说，就算是这样也没关系。他好像生怕听到答案，赶紧亮出自己的底牌。凌晨，我想好了，就算只当你的玩物，我也想一直在你身边。沈右楚的眼睛黑亮亮的，和当年一样。我消化了好一会儿他的话，才开口。你误会了。什么？那是气话。沈右楚，我从来没把你当玩物，我是认真跟你谈恋爱的。为什么是气话？毕业典礼前，你跟舍友说不会嫁给我。沈右楚一听怔住了，他想了半天，哭笑不得。我那时候的意思是刚毕业，没有能力结婚。其实我老早就开始看钻戒了，就是实在买不起。我俩把一桩桩事都对了一遍，才发现彼此都理解错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根本原因还是现实差距太大。沈右楚以为我接济他是为了找乐子，
而我以为沈幼楚是因为过意不去才跟我在一起的。我们都不相信对方爱着自己。凌晨，你为什么宁可接受沈洛洛的帮助，也不要我的？因为我喜欢你，不想跟你变成这样的关系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沈幼楚也点头。没错，当年我也是这心境。等等，我表白的时候，你也喜欢我？对，凌晨，我喜欢你，比你喜欢我还早。新生报道第一天，你说你叫凌晨，我就记下了。沈幼楚的叙述让我重新认识了当年傻乎乎的自己，他比我更早心动，只是表白晚了一步。而我示好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我拿他最欠缺的东西去利诱他，他便很难开口。他其实说过很多次他喜欢我，只是没人相信，所有人都觉得他说的是假话，是讨好我的话。久而久之，我信了，连他自己也都快信了。喜欢的是凌晨，还是奶奶的医药费？无数次被嘲讽，无数次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差距后，沈幼楚自己都搞不清楚了。他矛盾而拧巴着，日复一日的折磨自己，谁都可以帮他，唯独我不行，因为金钱会使喜欢变了味。沈幼楚但凡不那么要强，就可以在我身边安稳躺平，可他没有，正因没有，她才是我喜欢的少女。沈幼楚拿起一个橙子，开始慢慢的切。我忽然想起重逢那天，你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能说气话，我就不能吗？我以为你玩腻了，把我甩了，还直接消失4年，就跟故意躲着我似的，我还不能生个气？好像可以，但王浩说你讨厌我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错，没及时反驳他。沈幼楚慢条斯理地切好最后一片橙子，轻轻叹了口气。毕竟，我以为你是真的不要我了。窗外飘雪，将屋内衬得干燥而温暖。这一刻，我终于确定，在时光的河流里，少女向我跋涉而来。母校校庆时，我跟沈幼楚都回去了一趟。她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要上台宣讲，学校还是那个学校，只是青涩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永远有人年轻，永远有人为了理想风华正茂。毕业生名牌从口袋里掉了出来，一个大四生帮我捡起，惊讶地说：“学长，你就是凌晨啊？你认识我？我在沈姐的公司实习，你可是我们公司的名人。真的吗？我去过一次沈幼楚的公司，就坐在前台等她。前台登记我名字时，也是一样的反应。你就是凌晨。只是到今天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公司那个项目曾经有一套底层核心算法，据说是沈学姐做这个系统时写下的。她留了一句备注：如果你遇见凌晨，请替我告诉他，我爱他。继承这套算法的人都看得到这句话。我愣神许久，就听见学弟开心地说：真好啊，学姐终于找到她要找的人了。演讲结束后，我和沈幼楚沿着曾经的生活轨迹慢慢散步。我们走到了图书馆门口，沈幼楚看着左旁的大树。你当年就是在这里跟我表白的。我记得我那回可真有。他怔怔望着我，回忆似乎飘了很远。沈幼楚，你大学过得快乐吗？他奔波过，被诋毁过，也落寞过。我想应该是不快乐的吧。可沈幼楚说很快乐，因为有你在，痛苦都变成了快乐。他转身，一如当年那般垂眸看向我。凌晨，现在换我来说，我喜欢你的第9年要到了，给我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又开始下雪了，雪花落在他头上。我弯唇一笑。新的一年，请多多指教，新年快乐。我的少年，新年快乐！我的青春，纵使留有遗憾，但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模样。